家好，我是陈树成。哇，好久没有主持这个综艺节目了，今天要带大家去吃好吃的。多久没有主持节目了？哇，几十年了。当年我主持都是黑头发，现在变成白头发。老实说了，要把一个节目做好不容易了，一定要先做好功课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我们这制作组告诉我，陈树成这次不让你们先知道，然后到现场让你们好好的发挥一下。我心里想，这就是让我失眠的原因。而且听说今天跟着我去出外景的是一个新秀，还有一个小不点，很厉害。树成大哥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当然好啦。树成大哥，你那么早到，我有点怕哎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资深艺人就是很守时的，但是你也很准时啊。这样改次我要比你早到哎。哎，不可以啊，你因为你比我资深，我不可能让你到先嘛。所以通常以 junior 的身份，我要早一点到。话讲太多没有用，用行动来表示就好。你现在讲没有用的。可是哦，你想，我们2个人当中还有多一位弟弟。对，对吗？那个小弟小不点，听说，哎，来头不小。没有他家族，对，哎，好像懂得营养的，所以我们不要乱讲话。所以他最后一个来嘛，他耍倒牌，越年轻就越迟来，是不是 ？Hello。爸爸是一个不会陪我玩的爸爸。那为什么你的 A 是第三声？因为2个3声在一起，那个第一个的会是读起来很像2声。哇，完全正确。我的名字叫郑静安，我今年9岁，我是在家里自学的。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是拍什么种的节目吗？就是吃饭节目。啊，吃饭。那你有没有做你的功课？又是叫人家做功课。问他有没有做吗？有可能他知道是吃的东西，可是他没有做他的功课哎。你有没有？那你可以这样，哦，不可以这样。没有，对，那没办法，因为老实讲，我们是无从做起，对不对？他们制作组都没有告诉我们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他是很看得起我们。我们今天3个人出任务，就是在莫名其妙中去找非常好吃的东西。Yes, let's go! OK，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车呢？哎，那边有一个那个很亮的是我们的车啊，应该是啦。哇，那么好啊，制作组。这样我发现制作组很有诚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找了一辆这么老的车配合我的老妈。对。3吃客。对。这是我们3个人。来，我们上车。你有没有看过这辆车？哦，来 ，Hello， 你好。你好，来。哎，来。哇，看起来很舒服。来，你坐这边。来，你坐这边来，弟弟。OK， 哦，这个应该不是自动化了，没有，这么老的车没有自动的，对不起。那跟你拜拜。怎么关？安全要紧，拉出来啊，这样。所以那种古代的车你都不会开啊？来，我老人家来了，来，我不要把它弄坏。没有，它关2次的，是那个问题。OK。哦，2次，哇，还有暗号的。我们上了这个巴士，可是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。去找美食喽！真的吗？对呀。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吃什么美食？你看，连我们的道具啊，你看都摆在里面啊。这个是典型的蒸笼。对，通常你看到这个，你觉得里面会有什么食物？就是那种烧麦那种啊，烧麦。对，所以你打开来看一下，看有没有。我们就找3次啊 ，OK， 来，不懂，看一下，来看。我喜欢的。哇！
这个是不是叫做小龙虾？觉得很像是小红虾嘞。哦，小红虾，他讲小红虾。但是虾煮熟也是变红的。哦，也对哦。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应该比较少吃虾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需要拔壳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个年代的人，我跟我朋友去吃哦，我们一看到虾，我们会问这个虾是拔过壳的吗？拔完了我们才会吃，不然全部人在那边等到其中一位哦才 OK 来啊，我帮你们拔。拔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叉跟刀拔，不会用手去拔。OK， 你一定是爸爸妈妈剥给你的，对还是你自己剥？我是爸爸妈妈剥给我。没有，如果是今天的话，爸爸妈妈不在你身边，你不可能叫陈爷爷跟哥哥剥给你哦。那我就不要吃虾，不要吃虾，不要吃虾。不可以，如果你没有，对，我跟你讲真的，我孙子也是这样的，真的，对他们他讲，那我就不吃了。他知道你会剥给他吗？也对了。但是你今天是我跟你讲哈，我绝对不跟你妥协的。我不知道狗狗会不会。现在我们老实讲，真的有时候猜不透的。对。有时候它出来的是虾，可能我就，别，你开。来 ，OK， 来，我们开来看一下第一道。噔。来了。哇！来 ，OK， 来，我们开来看一下第一道是什么？噔。哇，虾面，福建虾面，好像有点，还有排骨嘞。我觉得这个是那个什么烧肉。我觉得应该不是烧肉了，不过可能是猪油渣啊，这个肯定是排骨呀。小安，你有没有吃过虾面？应该是没有，因为它不会拔壳。没有，下面有一种是古早味的，是也是拔了壳的，也可以有。期待，我就是这样很期待。我想喝它的汤，我喜欢虾面的汤。大虾面哇 ！OK， 来进去。哇，还有八仙过海，连神仙都来了，一定好吃。哇，这里的感觉好像很传统这样，但是它的设计哦又很新潮哦。对 ，OK， 来，我们找个位置坐吧。今天就让我来点菜，你们跟我讲你们要吃什么，我帮你们点。你要吃什么？你要吃什么？我要吃这个大虾。哇，一来就狮子大开口吃大虾，你没有问爷爷要吃什么先？先问你啦。没有啦，我要吃大虾。OK， 我大虾就可以了。不可以啦，我们吃大虾，你吃大虾而已。哎呀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想当年啊，我们那个年代哪里有这么多的选择？我们那个时候的一碗这个虾面啊，就是几片是虾肉，最多3片啊，等等。那一碗虾面啊是几毛钱，那是几十年前的。几毛钱？现在你看选择这么多，用的都是最好的食材。所以几毛是几毛？大概3、5毛就可以吃到。3、5毛？对。 3、5毛我只能买1粒鱼圆了。OK， 小安，3、5毛你可以买什么？买不到东西。真的买不到东西。真的是买不到东西。就是一支雪糕都不止3、5毛了。3毛你可以去 toilet 3次。我跟你讲啊，有的是不止2毛，才去1次半而已。对，所以现在的大虾对你来说是很大的啦。够了。OK， 来。哦，选了虾之后要选，你要什么种类的面？我5号，细米粉面。我2号细米粉。那我就选面，没有啦，我选黄面。OK。哇。点了，A 可以加料，还可以加料，你们要不要加料？这个 K。好吧。真的要加排骨。我加小海。你要加什么吗？我吃了大虾应该是过了。我的父亲是开煮炒档的，我从小就跟他学做饮食业。然后大概6、7年前，我的父亲的朋友要退休了，然后我就去跟他学煮这个虾面。学煮这个虾面的过程是不简单啦，我跟我的太太都是要 try and error 这个东西。这个整个的过程大概学了1、2年，然后才跟我的太太一起过来开这个虾面的生意。来了！哇，真的是大虾面。
哇，美食当前，我的胃又起革命了。旁边有纸，你们可以用来放虾壳。哦，哎哇，很特别，他们准备了这个给我们放。这个很有古早味嘞。对。如果你们有吃辣的话，旁边有辣椒粉，还有三巴，可以加进汤里面。OK。老板娘，我看你的虾真的很新鲜，你用的是什么虾？新鲜的海虾。哦，新鲜的海虾，哇，有口福了。谢谢你 OK， 那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哇，真的很意外嘞！你看它的摆设呢很新潮，可是它的汤头真的很有古早的味道，让我想起了当年。对，很浓郁，很香，很爽。对对对。我觉得有点辣辣的嘞。有点辣辣，有点辣辣哦。还可以吗？如果不可以，我就叫老板娘换一碗，还可以哈。所以你们要不要加辣椒？可以。不是，你要辣椒粉啊？哦，因为通常我们吃的都是配，我没有配过辣椒粉吃。哦，你没有啊？我跟你讲，古早味的就有这个，以及在福建街那边呢，有2趟很出名的古早味虾面，就是有这个。那有什么分别？如果用三巴辣椒不一样，他们通常是用这个是来沾这些虾肉的啊，那个辣椒粉。原来如此。其实我放了那个辣椒粉进去这个汤的时候，其实那口感跟放这个红辣椒也不一样。不一样啊，对，很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呢？我要怎么形容呢？就是不一样。放了这个干的辣椒粉，你说不一样，我的汤跟你一样也是不一样，但是至少我知道它会刺激我的味蕾。我们煮汤的材料有包括老母鸡、鸡脚、猪大骨跟猪皮，还有最重要的是虾头、虾壳。我们的虾汤的煮法是非常传统的，需要熬6个钟，所以我们才可以给顾客喝到一碗又香又浓的虾汤。就是我点了这个大虾，我从来没有吃过，我没有吃过那么大的虾。它的肉怎么样？它的肉很好吃，其实很 Q， 很有弹性的啊，连很结实，而且满满的那个虾的味道，很香，真的很香。你看啊，对，有我的手心这么大。我跟你讲，比澳洲龙虾小，可是比这个东南亚的那个龙虾大，差不多大。而且那个肉真的是非常好吃。我们这里卖的鲜虾有分成4种 size， 有小、大、大，还有大。主要有卖的呢是红脚跟9节虾。我们的大虾呢，因为是大海抓的，所以不一定每天都会有，所以有时候顾客来的时候碰运气，有的话就有的享受的啦。还有瘦肉哎，这个是瘦肉是不是？哦，对，这个瘦肉，这个你看还有这个肉丸是吗？对，试一下。通常我在外面吃虾面没有的。哦，哎，真的很好吃。对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很甜，有很多料，而且很脆。还有啊，古早味的这个虾面呢，这个瓮菜跟豆芽是不可或缺的。哦，对。所以你看虾面是浓郁的，对不对？当这菜下去，那个菜清香的这个菜味刚刚好，很甜。我们的虾面跟外面的不同呢，是我们的虾是顾客点了之后，我们才切，才开始煮给顾客，所以顾客才可以吃到最新鲜的虾。现点现切，当场煮的这个虾肉呢，它的肉就不会太干，也不会霉，吃的口感会比较 Q 弹。除了虾以外，当年的虾面还有什么？有没有排骨？有没有？还是单虾跟面？回忆当年那个虾汤跟这个差不多 ，OK， 很特别，有古早味，你们喝到了哈。但是呢，我们那个时候除了3片虾肉之外呢，还有什么？如果你要加，要给钱哦。加什么？加什么？猪皮。哇，猪尾巴。猪尾巴啊，还有猪尾巴，还有猪的粉肠。哇，猪的粉肠哇，对，什么？他应该是不喜欢吃这种猪的粉肠啊，猪的皮啦。但是我跟你讲，猪粉肠其实有它的魅力的，跟虾面真的是掺在一起一绝，真的很特别的。哇哦！耶！现在我们要去吃创新料理了。
哇，今天我们的天气虽然是下着小雨，可是喝了一碗古早味的虾汤，热腾腾的，真的很过瘾。不过我跟你讲，虽然它的汤是古早味，不过它的这个料啊，就有点现代感，很丰富。很想要回去喝那个汤，那个汤想回去啊。对咯，那个汤。但是虾饼也不要吃太多。对，我听说有一个传说，就是你吃虾的时候不可以吃维他命 C 呀。哎呦，是啦，因为虾的体内一种成分会导致中毒，不过不用担心啦，除非你是吃维他命 C， 然后再加上100公斤的虾，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OK， 我们吃了这个虾面，接下来我们会吃什么呢？所以谁要开？我们选谁要开？我要开。OK。这个是什么？牛夹角加面包。牛角面你有什么印象吗？牛角面包，我想起来有一个叫什么牛角的，那个英文名叫 croissant。croissant。可是这个牛角面包又跟那个虾有什么关系？它里面放了虾。对，我觉得里面有虾的成分，就是你咬的时候里面有虾花。谁的虾？有可能是虾饼，可是那个饼就是做成像牛角形状。我的想象力太丰富了啦。对了，但是我们吃牛角面包很少有虾的。对。呀。创意料理，所以他们就是用西式跟中式的这样混合在一起。有可能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做这个节目的好处是去到什么地方任我们自己点的嘞。好像刚才那个我们也是有点，我们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的。我有加。他讲到重点，他讲是免费的。天作美，你看我们人一到就没有下雨了。哎，是哦。来，走。真巧。走。哎，我们的水都快喝完了，食物还没有来嘞。对。哇，真的值得期待。好的食物需要时间来有等待的。对。好的东西要等待。嘘，来了。哇！这个牛角面包，我曾经相是今天大不同，完全不一样，跟我以前看的吃的都不一样。其实我也是没有看过，通常我们吃这个牛角面包都是配牛油啊。没有想到今天的这么大个，而且里面的这个食材很多嘞。从我们刚开店的时候，我有煮过麦片豆腐给我们的同事吃，他们讲很好吃，所以就给了我一个 idea， 用虾来代替豆腐，跟我们的可颂一起搭配来做成这道菜。我觉得这样的搭配真的是非常好，因为面包外面是有一点脆脆的，而且里头是软软的，你看，哇，然后加上这个麦片虾呢，哇，那个口感真的是非常棒。中菜的麦片虾，它竟然可以变成这个牛角面包里面包着麦片虾，很特别。它的麦片很香。然后这个面包你咬了一口之后呢，不要忘记你前面的咖啡。哇，真的。我们的可颂之所以受到顾客欢迎，是因为我们的面包都是自己做的。首先，我们需要将所有的材料混合，并揉成光滑的面团。我们会把面团擀成长方形，并加入法国黄油。之后，我们折叠和擀平面团。完成后，我们把长方形卷成可颂的形状。放入烤炉中烤上17分钟，我们就能做出这个外酥内软的可颂了。麦片你应该是有吃过了，小安有吃过吗？对。麦片虾搭上面包，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我吃到多一点的是那个美油泥。对，我觉得那个麻油泥只是带了一种酸酸的开胃，酸酸的味道，这样它的配搭很好。哇，这个真的是第一次吃到。而且你看，它的虾好像有过了油，有炸一下。而且我发觉到他们的虾没有剥壳的，有虾壳。对。我觉得有炸过。
对，它是炸过的，对，所以它的虾壳其实是能吃的。哦。可是我帮你切了之后，你要给我1块，因为我帮你切。我们的虾是，sorry。我们的虾是没有虾壳的。哦。不是，因为可能是那个是炸的时候，它外表稍微比较脆硬一点。对。我们先把虾去壳，然后再放入盐水浸泡30分钟，然后我们就把虾裹上一层面衣，用高温的油来把虾煎成香脆。虾煎好之后，我们会加入炒香的麦片，然后一起翻炒。烤完之后，我们会在可颂上面加上一层柚子酱料。最后我们会加入麦片虾，这道菜就大功告成了。老板娘，那个 mayonnaise 里面好像有一些绿色的东西，是不是叫香菜之类的东西？它是柚子皮。柚子皮啊，吃不出哈。真的很独特。请慢用。谢谢老板娘。其实我是发现到那个麦片里头呢，其实是有很多香料的，就比如咖喱叶，还有辣椒，所以这些都是哇，非常香啊！对，它的味道真的是非常香。对，小安了。刚才你不是说了，你已经肚子已经有88%饱了，对吗？可是你现在还是吃很多哎，为什么？骗人？没有，它有它的原因的，你讲出来。这个太好吃了，这个是比较脆，然后那个麦片比较香一点。哦，可是你是喜欢吃面包的啦？啊，我是喜欢吃面包的啦。哇，我跟你讲哦，真的，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。想当年，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没有这样的环境啊！你看这样的环境，然后吃这么特别、这么美味的这个牛角面包配咖啡。对，很爽。我知道，你的心意就是说，我们那个年代在帕托少了这样的地方，是吧？那以前你们去帕托的时候，你们去哪里帕托？如果没有这种地方，好了，我告诉你了，你现在去也找不到了，就在国会大厦前面5棵很大的树下面，我们叫5重树脚。你用福建话念你就知道了，你一讲出来。上了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懂，那就是帕托的圣地来的。哦，对啊，现在你懂了啊，以后你有 girlfriend 可以带她来这里，因为这里很宁静，这边喝咖啡，对，很舒适，而且呢，面包，啊，懂吗？你有 girlfriend 吗？现在的人太幸福了，真的，你们这一代。跟你都很幸福，我们这个呢，现在跟着你们一起幸福了 ，OK？ 一起享受美食跟享受这个地方。吃饱饱又要上路喽！继续我们下一个任务。哇，哎，真的很饱了。来，请往下一个地方。OK。出发喽！今天我觉得我们很幸福，很有满足感。最有满足的就是我的胃。我的也是，差不多应该是没有位置了。现在你有几个 percent 了？大概70%。我75了。你知道啊？大概我们80了。你80，大声一点。80。那等一下有好的东西，你不要吃太多。OK。糟糕，不算话，等一下一定会把它通通吃完的。OK。这样的话，是不是？我又能再吃。又要打开。你开吧。你开啊！哇，长大哦，翅膀硬要叫我开。他是觉得你好像没有做什么工，所以因为我是老的，我没有做工，他不敢叫我。他不敢叫你呀，所以他就叫我。OK， 我来开。哎，这是什么？今天我们吃太饱，叫我们去洗碗。我觉得不是洗碗，不是洗碗，我们要去抓虾。哦，所以有可能来，你要什么颜色来？我们要冰胶的就是了。可能到餐馆不可能是给我们这个东西吧？我觉得应该是要带上啦。不可以，你的太大了，你看我的太小啊。是哦。所以我们要兑换。吃虾还有和自己的手大小的。有可能给我们剥虾壳。可是我都不会。就是因为你不会，所以制作组让你今天剥100个虾壳。哎，对，这个比较小嘞。
那个就是我的啦。哦，你看也没办法了。哎呦，我最后还是冰嘎了。他知道你不喜欢冰，所以他们给你穿。如果他们制作组有想到大小的问题，真的可能跟抓虾有关系。那如果是抓虾，是怎么抓虾的？你们懂吗？虾很难抓的。哦，我这些虾有时候好像会倒退的。哦，对，我知道，我看过那些视频还是什么，那虾会这样，那个虾的头在那这样。对，好像那个很快。我也没有方法。所以我跟你讲，这怎么办？制作组让我们的胃吃得这么幸福，也要让我们动动脑筋。而且现在要动动身体，全身要动。是啊。哇！这里是哪里？很鸟不生蛋的地方。怎么制作组会带我们来这种地方？好晒哦！对，连一个人影都没有，要问人也问不了。这个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哇，这么大的一个地方，应该不是来抓虾，这里是来看虾了，养殖虾的地方。但是跟我们这个手套有什么关系？我们要进去找答案，走。这位可能是负责人了。Hello， 你好。你好。想问你是这里的负责人吗？你们好，我是燕欣，我是混合营养生物系统的养虾技术人员，欢迎你们来这里。所以什么是混合营养生物系统呢？这是一种利用先进科技来进行高密度养殖水产的一种方法。因为新加坡土地有限嘛，所以我们就研发了这种系统来保持水质、虾的健康状况，还有提供虾的所需的营养。那你刚才喂他们的是什么食物？哦，我们利用我们自己的配方饲料。哦，所以自己的配方不可以说出来的啦，秘密。对。可能了，不然就不叫秘方了吧？那请问这个水是海水一样的吗？是咸的吗？它是淡水和海水的中间，就是很适合这个虾生活的啦。对。那你们通常一天要喂几次呢？我们一天需要喂4次至少。哦，4次哇！没想到比我们人好，我们3餐，然后晚上再吃宵夜嘛。宵夜，对。那我发现这些水里面它有一点浊，是因为是故意的嘛？里面是因为有益生菌还有硅藻在里面，所以水不是清的。哦，明白。因为我看的时候很像我们喝的那个虾米的汤。你联想到那边呐？那么这些泡泡是氧气呢，还是氧气？这是氧气提供氧气给我们的虾。所以说了那么多，我们有没有机会喂虾？可以，你们要试试看。你要喂虾吗？对，我要喂虾。对，可是记得要戴手套，因为卫生的问题。哦，我们早就准备了。有，卫生最重要。你看。OK。哇，这个也不容易。看碗也进去。会。不，没关系，够圆就好，只要圆就好，不管左右跟前面。哎，为什么我看不到这些虾呢？因为它们通常是在底下的，所以你不会看到它们。那我们在哪里有机会看到虾？我带你们去前面看。哦 ，OK， 那里有一个网。来，你带路。好的，可以。来，这边这条路了，我也可以带路。来，走。在这里啊，来。对。来。所以我们有一个网是可以检查看他们有吃还是没有吃。哦。对，就在这里你们就可以看到那个虾了。哇！有吗？呀，看到了。可是我这样看到这些虾其实是还蛮小的，那你们通常要养到多大才可以拿去卖？看品种咯。对，像白虾是差不多3到4个月就能拿去卖了。老虎虾跟日本虾会比较久。像你们这里总共养了几种虾？我们养了3种虾。3种？对，有斑节虾，
老虎虾，还有白虾外吃。呀，这几种都是市面上比较容易买到的。为什么你们只是养这个，没有养其他的？是不是因为这种比较容易养，还是比较贵，价钱比较高？不是？没有，日本虾其实是很难找到的。日本虾通常你只能在高级的日本餐厅找到，或者在日本找到。所以日本虾其实很难培育的。哦。日本虾1公斤可以卖差不多100块。是。哇。那我想问，你们在养这个虾的时候，是从它的虾卵，还是从它的苗，还是怎么开始养的？我们从虾苗开始培育到成虾。OK， 那我们可以去看吗？可以。他很有兴趣，怎么培育的？因为我要培育我的虾，拿来卖。OK， 来。这边的有日本虾。哇，蛮多的，蛮多排啊。对。哦，哇，另外一个地方了。对。所以我是进这里。这里。哦。哎，这边比较凉了。可是这里为什么暗暗的？这是我们给公虾、母虾交配的地方。对，他们也需要自己的小的空间。难怪。我可以请问你，你一年培育多少这个虾苗？我们培育大概1亿。哇，1亿呀！哇，这个数目我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数目。然后一年有多少成虾可以供应给市场？大概50到100吨的虾。哇，在市场这么多啊！对。哇，不简单。供应给市场其实也是蛮多的。是。所以你们这里是怎么养殖这些虾的？我们会把公虾、母虾从外国带进来，然后会进行 PCR 检测，确保它没有任何的病毒。然后再给他们时间，大概1-2个礼拜的时间适应环境，然后我们会开始给他们交配，然后这些桶是母虾生蛋的地方，蛋孵化了过后，我们会把它们搬去另外一个地方。就是说他们会在这个桶交配先，对。然后它一有蛋了之后，你们就会把它拿出来放在这里，对，把有蛋的母虾放进去桶里面给它们生蛋。那我很好奇，为什么需要从外国进口的那些虾用来交配？为什么不可以用自己的新加坡的虾？新加坡没有这种。像这种新加坡没有这个配种的公虾、母虾贵不贵？要特别生产的一只虾大概是100块新币，不是美金。其实美金也不贵啊，才100多块嘛。真的。可是一只虾只是30到40克罢了。不是，就是说品种的问题。OK。那我很好奇，你们要怎么去分辨它是个公虾还是母虾？我带你们去看，让你们分辨看看。OK。这就是1公1母了。对，里面有1只公的，然后1只母的，可以给你们看，你们能分辨得出来吗？因为我养过牛，我知道，凡是雄性的每次都就很美，然后去吸引这个异性。所以我在看里面这2只虾哪一只会比较美的。我在想，你看这个尾巴跟这个的这只，对不对？你跟我一样，那 give me 5。我是跟你认同，我是觉得比较漂亮的应该是公的。好的，我们看一下吧。谢谢。所以要反过来看的，厉害。反过来。错了，这是母的。错了。我们错了。那你怎么看得出是母的？这里你可以看得出它是母的，因为它这个脚它会有一个生殖器官。你看刚才那只大的我们没有猜，原来它大的很雄壮它有6粒肌的这个，你看。那你看到这个吗？雄性的。所以我们今天长知识了，我们知道怎么分辨什么是公虾，什么是母虾。那看了公虾跟母虾之后，我们要看虾苗。有机会看到虾苗吗？我带你们去另外一个房。还没有去看之前，我可以再突然发问一个问题吗？可以。因为他讲到这公的母的它就是它2种这个肉哪种比较好吃？一样的，那还好。我们去到巴萨就不用拿起来看，这个是公的，这个是母的就麻烦了就是全部这样买就对了我们现在去看虾苗。好的。我
我们会把虾苗搬来这里，它会在这里培育一个月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再搬去户外的养虾池。这里很像比较热一点。是啊，是的，是的，因为虾苗比较需要高温度来饲养，然后温度要保持在一定的程度，28到30，所以这里就会比较热。你们懂得要需要高温，可是如果在大海里面，他们就没有办法控制那个温度，怎么办？大海不一样，它们是在比较浅的水位生长，所以温度也是会比较高一点。所以他们生长都就跑去某个地方。对，所以这些虾苗就不用管那么多，因为他们会负责他们的环境。OK， 对，太幸福了。那通常虾苗会吃些什么呢？虾苗会吃微生物或者是微藻。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黑色桶里头的都是虾苗的饲料。对的，里面是很微小的小动物在里面。哎，我发现我们做这个节目很好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了。尤其是今天我们学到很多关于虾的知识。对。我们的虾场是使用非常环保的方式来养虾的了。我们不排放废水，也不换水，最长的时间是2年没有换水。2年不换水啊？所以你们一直再次循环了，就一直使用同样的水。对，水是再次一直在循环，然后是有经过一系列的过滤，然后还有养一些罗非鱼来帮忙过滤那些废物。我们这里只是会加海水，因为会有蒸发的问题。不简单，哇，真的是不真的不简单啊！谢谢你解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们下一道。OK， 走，直接去。好的，拜拜，再见。哇，真的没想到制作组会为我们准备一个这么好玩又能长知识的体验。是的，是的，对。但是小安，你知道吗？我跟坤友狗狗很有缘。我们曾经在一起演戏，那么现在又一起主持，包括你喽，很好啊。你猜我们在戏里是什么关系？你看我们的年龄就知道什么父子那种父子，对。有没有父子的样子？可是我没有他那么高所以我发现你一个特点，什么？其实你在拍戏的时候，你吃的很随便。我记得我们常常跑去那个牛车水那边，我们整天吃那个鸡饭。对呀，我们就随便吃，没想到有这个机会主持这个节目，吃到美食。对。要问小安，如果给你演戏，你要不要演戏？要。我们3个人一起演演一部戏。对呀。可以演什么？爸爸。他是狗狗，然后我是爷爷。那我就是弟弟啊。你当他演孙子，你不可能演我爸爸的吗？3年代同屋。现在我们主持就三代不同人的对食物的看法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吃什么？你迫不及待。我想要2道之后。对。2道之后啊。所以应该是你要不要开？你开了。你开了。哎，你们开了。你开了。哎呀，你开了。继续了。你叫爷爷开了。你速度很快。来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哇哦，皮蛋。这个不是那种像 creamy butter prawn 奶油虾。奶油虾可能。对，它的是那个黑色的，会不会是皮蛋呢？黑色哪里？里面你这个不是黑色啊，还是我色盲？后面是背景啊。所以我完蛋了，我的眼睛有问题了。没有，这个是用糖啊，有可能是用糖。会不会是用冬粉还是米粉去炸的那种？可能啊。有可能。Yeah， 你猜是什么？我觉得就是那种糖啊。糖因为小孩子喜欢吃糖。应该不是糖吧？糖的话，这道菜就很特别。我们只能讲很特别。你们猜的那个发现率蛮高的，我觉得。没事，我们待会去那里就知道了。OK， 来。哇，来。来。哇！又一家。应该是在那里。走吧，来，走吧。噔，
好像在喝喜酒。这不，这个是干冰的效果。对，就是。这个是网红奇妙虾球。哇，这个是它的 sauce。OK， 可以，谢谢你，没有虾球，谢谢。我们的虾球造型非常独特，看起来像是被水晶球包裹着一整颗虾。糖网的制作过程也是很考验厨师功夫的，需要采用特殊的模型，一个个手工制作。每个模型都需要保存在冰箱当中冷藏1整天定型。来这边。哇哦，图片里面有这个，对，图片有这个，哇，好像在下雪。你说你那哦，这道菜好像专门为你做的，对，好爽哦！你的破坏性很强。OK， 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这个酱真的吃不出来。sushi 吃 sushi 有。吃sushi有了，可是我就是想不出是什么酱。我们吃寿司的时候，他们有这个酱的，可是它不辣的嘞，它颜色差不多一样，是没？我今天没有猜到。我对是分辨这个味道的那个是我不太厉害。你刚才讲什么？瓦萨比啊。哦。他讲瓦萨比，他应该不是完全用瓦萨比，他应该是有混合其他的，我不懂加什么啦，把它弄到甜一点，然后，可是它颜色真的像瓦萨比啦。对，重点是这个虾，来，我们要品尝这个虾。我觉得这个虾的肉的口感跟味道，跟我们吃那古早的那个下面的虾肉不太一样，它有经过特别处理过，它的肉会比较 Q 但是那个虾的味道少了一点。对，我就想要说，对不对？那个口感很不一样是，它这个有经过处理。对。这个虾的那个外皮很酥脆。对，因为是炸过的嘛。它炸过的话很香。奇妙虾球这道菜不仅是看起来奇妙，它的做法也是有些神奇的。首先，秘制的面糊包裹着整只大虾，外表酥脆可口，造型别致，里边的大虾鲜嫩多汁。最特别的就是奇妙虾球的酱汁，这个酱汁之所以这么好吃，就是因为有加入蛋黄酱、芥末，还有一些水果汁综合在一起，让蘸料不那么腻。所以你比较喜欢吃那个虾，还是这个糖的东西？当然是比较喜欢吃虾啦。OK， 我就是不知道了，我以为他会比较喜欢这个，而且很容易，小朋友容易吃，因为已经剥壳了。所以小朋友，你看，你就不用剥壳，你可以直接就这样插进去，你这样吃，你整粒就可以吃下去。对啊，没有壳。你弄一点这个汁放下去跟你的这个虾一起吃，应该会蛮特别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你真的觉得有瓦萨贝的味道吗？对啊，有啊。但是在我想，如果这个是做给小孩子的话，有时候瓦萨贝一点点还是有吃到一点辣的味道，这个完全是没有，它完全没有刺激性的。就是因为这个酱就有一点偏甜，所以就因为这样所以小朋友会比较喜欢吃。哇，太好了！我们今天呢3次课，第一次出任务就学到很多东西，吃到很多美食，还碰到2次课。可是说真的，我们一整天吃了3道跟虾有关的料理，我真的是觉得我们很幸福，就是很有饱足感哈。对，很有惊喜。谈谈一下，你们今天吃到什么好东西？来，你们说先了，你们说先讲小安讲先了。小安讲先。你先说啦，你先说。哇，你第一次吃任务就推来推去了。OK 啦，老的先来了。OK。今天我有惊喜的是那个麦片虾，还有牛角面包。对，我觉得这个真的给我惊喜，它有点像中西合璧。对，老板太过好了，给我们这么多麦片。我跟你一样。我觉得第2道是我最喜欢的，就像你说的，因为它有混合跟西式跟中式的，而且呢，你咬下去的时候，还有因为有那个 yuzu mayonnaise， 就带着有点酸的味道，哇，加起来是 perfect， 可是第1道的那个汤，怀念不忘，我还想回去再喝，因为我喝到1口的时候我就直接上瘾了，因为有古早味。对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汤真的是非常香，我是蛮喜欢。对，小安，你最喜欢哪一道？那个炸虾的，那个糖浆拉的最后1道了。为什么
为什么你喜欢那个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炸虾的那个皮真的很脆，虾 QQ 的也是。啊，难怪，所以炸得很美。对，讲真的，小朋友应该是比较喜欢炸的食物啦，所以他会选那个最后一道。哇，可是说真的，我们不只能吃，还能去长知识。我们去到那个虾场，了解这个虾成长的过程。我其实也是没想到，他们是从国外进口这些虾，然后交配繁殖。我以为就是他们繁殖之后就用自己的虾就在繁殖，可是没想到是从外国进口。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的制作团队下一次会带我们有什么惊喜。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期待。对，那我们3吃客下期见。